Hello，欢迎大家来到今天晚上8点半的直播。那我们事不宜迟啊，马上开始。那今天为什么会突然间想开个直播呢？最近也是我觉得过得蛮开心的啊，尤其是昨天呢股市也确实好像很久没有这样的绿油油一片好像是蛮好的一个市况又来了所以今天呢就开了一个直播。最近呢也是收到了很多同学的问题，所以呢也是希望这个直播也能够回答你们的问题啊。那一开始呢也是先跟你们互动一下那打个招呼，并且呢也是问一下你们是来自于哪里的呢？你们是来自于哪里的，都可以写在留言区里面比如说你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或者是来自香港的都可以跟我们来打个招呼，然后呢我们来可以跟你打个招呼 ，say 个 hi 那一开始呢，同样的，我们也是准备了一些内容那今天的直播呢准备了以下 A、B、C、D， 你们对于哪一个内容更加有兴趣的就可以写 A 或者是 B 或者是 C、D 都可以那 A 就是最近美股涨了这么多了，到底还能买吗？那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写一个 A。那下一个呢，就是一个致命的关键这个是一个心理的陷阱。那这个心理陷阱呢，今天我会稍微的分享一下，然后也是帮助大家，当你学到了这个关键之后，能够帮助你避免输钱所以如果你对这个心理陷阱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写一个 B那 C 呢，就是现在有没有什么可以改善投资回报的策略呢？如果你对 C 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写 C，而 D 呢，就是只是限今天应该是只限今天。我送给大家的一个限时的礼物，所以呢，如果你对 D 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写 D。那还是老规矩如果这个直播够1000人的话我们也是可以回答大家对于某一只股票的一些看法那一般来说，我们是不会在公开场合去讨论股票的但是如果这个直播是到1000人的话我们也可以回答一下你们对于哪一些股票最有兴趣然后呢，我们就看最多人有兴趣的那一个，我们就投票然后就回答你们的问题。OK， 那好，我看到目前呢，有些人对于 A 和 D 都有兴趣OK， 我看到一个 Cat 来自澳洲的一个观众你好。那据我所了解应该是我们观众是比较少来自澳洲的今天第一次见你好你好。好，那我看到最多人感兴趣的应该是 A 对吧到底现在的美股到底还能买吗那Holly 你好来自美国的，也是给你打个招呼那好，我就事不宜迟，马上的开始来讲一下到底现在的美股到底还能再买吗那我们在开始讲之前，先来回顾一下其实在昨天呢不只是美股其实你可以看到中港股在收市的时候也是收涨然后也是非常好的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环球的股市，其实都是很好。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中国和美国首轮的谈判结果呢是尘埃落定了。最后呢，他们是宣布互相的降低关税，并且呢是宣布会暂停90天，不会有新的关税政策推出，并且呢也会承诺有一个沟通的渠道所以这里第一给大家看到原来中国和美国尤其是特朗普他们还是态度也是愿意去洽谈的他们并不是像以前那么强硬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最关注的关税的政策，之前是very terrible超过100然后最近呢也是宣布降下来了。美国对中国是30%，然后中国对美国是10%所以呢，当宣布了关税的政策之后，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美股呢是有一个大的反弹那这个是昨天我们可以看到市况是非常的炽热的。那这里也是问一下大家你们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之内你们的回报或者是你们有没有在过去的这段时间有把握到股票的你把握到这一段涨幅的，有的话你可以打一个1在留言区告诉我一下。那如果没有的话，
你也可以打一个2啊，告诉我，我错失了这些股票啊，那到底怎么办呢？啊，如果你有把握到的话，那恭喜你啊，你可以在留言区写一个1，告诉我一下。OK 啊，我看到有一位阿布的观众说1啊，那我也看到有同学说2啊，那有些人说2啊 ，OK， 那我看到1和2都有啊，那如果你是1的话，恭喜你啊，那如果你是2的话啊，可能待会儿我会分享一些工具帮助你，为什么你在过去没有把握到呢？啊，那我也会分享一些工具啊。那下一点呢，其实是关于黄金的。毕竟昨天我也看到有很多的同学很多观众对于黄金也是有一个兴趣啊，包括黄金最近下跌了，是不是一个买入的机会，还是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啊？到底是怎么样呢？那这里呢，我也来分享一下我的一些看法啊。那首先我们可以看到，黄金在过去的几个月其实是跟股市呈现出一个背离的状态啊，甚至呢股市在过去2个星期自从3月份、4月份开始跌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黄金呢是反过来涨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这个是一个市场的共识，就是他们认为黄金是一个避险的资产，所以当股市危险了股市下跌，而他们的资金就会从股市转到黄金里面去避险。这个是过去2个月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在4月份的时候，黄金是涨到了接近3500点是非常非常强劲的一个涨幅。但是最近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情况就是股市开始有一个涨幅了现在我们甚至可以看到有一些风险的资产，比如说比特币比如说一些高贝塔的股票一些甚至是一些权重的股票比如说 Magnificent Seven 都开始有一个蛮不错的涨幅那他们如果要买股票的话，他们的钱从哪里来呢？当然就是把他们的钱从过去放在黄金避险的那一部分拿出来，然后放在股票市场或者是一些风险资产，比如说比特币所以你可以看到最近呢，比特币又重新回到了10万点，又或者是你看到最近的股票比如说 Tesla 呀或者是 Google，或者是其他的股票都有一个很好的涨幅所以黄金最近有一个下调我认为并不是一个坏消息甚至呢，我认为可能是市场开始转变，变得更加进取的一个信号所以呢，这个也是我在过去2个星期我看到黄金有一个急涨之后，我告诉 JP 的同学，其实黄金是出现了一个急涨的走势，我们要小心它会有一个回撤。并且在出现回撤之后我观察到市场呢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差，而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看到黄金是跟股市是有一个背离的情况。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就可以判断资金是从黄金撤离，然后去到了股市当中，而这个并不是一个坏消息。对于股市来说，这个是一个好消息毕竟现在风险的胃纳程度上升了这也代表着资金也是更加倾向于去找那些高贝塔的股票那这个是我对于黄金的一些看法。那这里呢也是来问一下大家大家可以做一个投票，现在股市已经这样了那到底之后还能继续涨吗？还是你觉得在之后的一段时间会继续跌呢？那如果你觉得现在应该是关注买什么股票的，你可以打一个 A 如果你是觉得应该是比较谨慎保守一点的，那你也可以打一个 B 那我也在这里呢了解一下大家的一个看法又或者是我们现在开一个投票我们问你们现在应该是关注买什么股票好，还是应该现在是一个比较谨慎的态度应该是比较谨慎一点大家也可以我们开一个投票，大家投一下你现在的一个看法是怎么样的好，那我们
稍等一下啊，我们开一个投票。好，那我们现在开了一个投票，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讨论一下啊。OK，那目前我是看到比较谨慎的人会多一点啊，那这个也是出乎意料的啊，毕竟我在过去无论是社交媒体也好，或者是在 GMT 也好啊，也是有不少同学问，哎，现在应该是买什么股票呢？尤其是在昨天之后啊，我看到股市涨了这么多之后啊，也是开始多很多人问，哎，现在应该关注什么股票呢？那在留言区的观众朋友们啊，可能你们是相对比较谨慎一点的。那我先回答一下我的一些看法吧。那其实最近呢虽然留言区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是比较谨慎，但是其实在这个市场当中，很多人都是开始变得进去，甚至是变得 FOMO，fear of missing out。他们的关注点呢就是哇，我现在应该要买什么股票呢？或者是说我现在还能买什么股票呢？那这个是我观察到的一个现象啊。那目前我看到观众朋友们就是谨慎占55%，如果是应该买什么，关注应该买什么的话是45%。OK， 那接近一半一半，谨慎的多一点可能观众朋友们你们是比较聪明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过去一个月其实股票市场是非常恐慌的extreme fear，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fear and greed 的 index。现在呢是非常贪婪的但是投资者或者是市场的投资者，他们是忘记了一个月前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个月前他们还是非常恐慌的那这个是一个很关注的一个点而现在如果你投票的是，哎，我现在应该买什么股票呢？如果你是投这一点的话可能在你去关注买什么股票之前我先给大家科普一个散户经常会犯的一个错误就是下一张就是short term memory 中文叫做短期的记忆。那这个呢是一个心理的陷阱简单讲就是投资人呢可能会过分的专注于或者是依赖于最近的市场的表现去做一个决定，而忽略了一个更加长期的趋势或者是基本面那可能我这样讲可能是太过于就太过于专业的术语可能听不懂那我来讲一些实际的案例好不好？那大家可以回想一下比如说在去年比特币第一次上涨到10万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当时候散户的情绪是怎么样的吗？他们就觉得哇比特币很强它可以涨到15万、20万或者是他会引用某些人说你看一下 Cathy Wood 他说了比特币它会到50万比特币 to fly to the moon 然后呢又或者是他们会看到哇比如说股市在过去跌了很多之后，他们看到股市跌了他们的专注点就在股市跌了很多很多，然后他就会觉得这个趋势会不断的延续下去然后他就会觉得未来呢还会继续的跌所以他们有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涨的时候他们会非常乐观，甚至是过度的自信，然后会追涨，但是呢，在跌的时候他们就会专注于短期的跌幅，而他们就会认为之后这个跌浪会持续的下跌，然后他们就会杀跌那这个就是散户其中一个常见的一个特征，就是追涨杀跌。其实背后呢它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的焦点在短期的一个角度是一个短期的记忆。那我们来回顾一下过去一个月，你可以看到在过去2-3个星期前或者是过去一个月前你可以看到指数呢是出现了一个绝地的反弹，但是后面呢又好像无以为继跌了下去而这个时候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或者是你可以问一下你自己过去1个月，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有的话，你也可以在留言区写一个有让我知道一下。那你可以看到股市他们的专注点呢，就是放在3月底4月的时候，哇，股市下跌了很多虽然最近有一个反弹然后反弹了之后再有一个下跌，但是呢，他们就觉得哇特朗普，他真的好坏又搞了什么关税什么对中国加了100%关税对台湾对各个国家对日本对于什么地方都加关税然后他就觉得特朗普在操纵股市前一天就说你现在最好去买股票然后在盘中的时候突然间出了一些新闻然后就导致股票拉涨了上去他们觉得哇特朗普好坏不断在骂特朗普，又或者是他们的记忆点呢在于哇股市跌了超过20%或者是它的焦点就放在4月初那一段的跌浪，跌了这么多之后，哇，现在是一个熊市怎么办然后呢，他看到就算有一个超过10%的反弹，但是呢，他们的短期记忆依然是在过去的一段跌幅当中，所以呢，这个跌幅之这个涨幅之后股市有了一个下跌，有一些回调，但是他们的焦点还是放在股市之后肯定会继续的跌因为他们的记忆就停留在之前4月初的那一段大跌的时候又或者是当时候市场非常的恐慌他们可能看到不知道什么新闻觉得非常的悲观，然后呢他们的记忆就会觉得哇，现在是一个熊市我是不是应该比较谨慎一点那这个是过去1个月很多的大众很多的投资者散户他们都会犯的一个毛病那这个也是一个大部分的人会大部分人都有的一个情况而我问一下大家你觉得在股票市场当中是大部分的那一批人赚钱，还是一小部分的那些人赚钱如果你觉得是大部分人赚钱的话你可以写一个8那如果你觉得是小部分人赚钱的话你写一个9那让我来问一下大家做一个互动好不好？我们现在也开了一个投票那如果你们想投票的话，也可以在留言区投票。OK，那我看到基本上是一面倒的是投了小部分人那没错。那刚才我就讲的是过去1个月大部分的人他们的专注点在哪里那我也看到有观众朋友们他们也是非常同意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小部分的我们我们是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做了什么那有一句话是非常好的，我们是应该 trade what we see 我们看到什么我们就去做交易，而并不是 not what we think 我们想到什么我们可能会有很多小声音现在是不是应该下跌呢现在是不是会经济衰退呢特朗普是不是又会来一个大反转，然后股市又会大下跌呢这个可能是很多人会犯的一个毛病，就是 trade what we think 而关键的就是我们应该要看到什么而去做行动，摸着石头过河，而并不是事先的做一些所谓的假设，然后呢就觉得股市可能会下跌或者是股市不会转到牛市可能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点所以呢，其实我们在过去的这么多时间里面我们都是会密切的关注市场的表现，然后如果市场有转折的话我们也是会分享出来的比如说在1个月前同样的时间当时候股市反弹了之后有一个回撤，当时候呢市场是非常恐慌的，刚才也给大家看到是一个 extreme fear 的一个阶段，但是呢我在 GMT 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是在4月18号的那一期我有讲到，短期而言
反弹的概率会比较高啊，在长期而言啊是一个逆风期，而且呢波动性会相对比较高啊。那这个是我当时候的看法。在1个月之后呢啊，确实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反弹啊，而我也是讲到这个反弹呢会维持的概率是比较高的，而长期是逆风期的话啊，这个我们看到啊，因为在1个月前我们看到啊指数还没有完全的转折啊，然后强势股票的表现也没有表现出很好啊，但是1个月之后，4月25号我们看到，哎，强势股票已经率先的突破了啊，然后强势的股票也出现反弹，指数也出现了反弹啊，那市场的健康情况已经改变了啊，有可能它不再是在一个逆风期里面啊，这个情况我认为是从一个相对悲观的情况到一个有待确认的时候。那在上个星期呢我也是进一步的分享到尤其是在上个星期我们可以看到指数已经到了一些关键的阻力的位置比如说200天线，比如说标普500在5800点这个关键的阻力那时候呢市场也是非常谨慎的，而在这个时候呢，我有讲到其实在这段时间我观察到一些强势股的表现，以及市场的市宽有改善而刚才我也讲到比如说黄金在过去有一些抛售那原因我当时候有讲过了因为是市场的风险胃纳程度改变了它不再是需要避险，而是需要去找一些高风险的，或者是一些他们的策略会相对的变得进去所以开始股市上涨了或者是比特币上涨了所以这个也是我当时候看到的一个因素。所以呢，种种的因素结合在一起虽然那时候指数还是在阻力以下而且是一个关键的阻力200天线而在那个时候呢我认为指数会出现突破的概率会比较高我当时候说的是我是一个中性偏牛的一个态度毕竟我看到虽然现在好像还是一个相对来说应该是一个比较谨慎的态度，但是我们是用一个 trade what we see 的一个角度去出发，而并不是去预测是不是之后会有一个下跌呢而我当时候看到的就是市场的市宽变得健康了然后呢各个强势股票我们关注的强势股票都出现了一个突破的情况所以这个是我上个星期的一个看法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呢，也是密切去留意，并且去发掘机会的。那我来讲一下过去，之前呢我们有讲过为什么我们去关注强势股票，而那时候呢我也讲过Planitia 它是属于其中一个强势股票当时候也是在直播里面有跟大家分享过GMT 我也分享过，其实Planitia呢它是属于强势股票具体为什么我在GMT 里面有详细讲过又或者是在上个月的那次直播里面我也讲过Planitia 它是属于一个强势股票，而我也在80多块买了第一注，而在4月底的时候我看到它又再次出现了一个信号，那个时候呢很多人都在观望比如说他看到股市反弹了是不是又会有一个调整呢但我们在 trade what we see 的角度去看我们看到这些强势股出现了一些信号所以我不只是80多块买入了而我也在Planitia 涨到了90多块的时候看到它有另外一个进场的机会我也是在我的 APP 里面分享到并且是写了我的加注的计划那这里呢你都可以看到事后来看的话呢也是赚的蛮多的那在业绩之前呢我也是套现了部分的加注的部分并且呢在业绩之后你都可以看到我也是它下跌之后有一个回补所以这个是我在这段时间里面其中一个把握到的强势股票那并不是说Rich 好像很厉害的样子，而是想做一个例子给你看到
在这段时候啊，作为一小部分的人啊，我们是怎么样去把握到这一次的机会啊？那下一个就是Tesla 啊，好像我们很久没有讲到 Tesla， 对不对啊？之前我们讲 Tesla 啊，是在去年年底啊，短时间之内涨了1倍的时候啊，当时候确实我也是买了 Tesla， 而在2、3月份的时候我是抛售了，并且呢没有再去关注它，直到最近啊，我看到虽然它不算是市面上最强势的那一批股票，但是你可以看到在文字里面我写到它重新出现了一些上涨的动能，并且呢也是出现了一些买入信号所以呢我也是在那个位置呢去选择买入。而在上个星期和星期一它也是率先的突破，并且呢是开始呈现出一个强势股的表现所以这里呢也是第二个给你分享在这段时间里面如果你是相对观望的或者是一个比较谨慎的态度的时候，到底一小部分的 rich 它到底是怎么样把握到一些机会的？那好了回到了一开始的那个问题如果你在问的是Rich， 我应该现在要关注买什么股票，或者是我现在应该买股票呢还是应该怎么样呢那如果你是有这个问题的话我可能先暂停一下反问你一句，为什么你不在早1个月的时候当大盘在下跌的时候或者是当大盘出现了反弹再一次回调的时候为什么你不在那个阶段去问呢你不在那个时间段去关注股市，而是要等到人人欢喜人人都冲着去买股市大涨了之后，你才来问我们Rich， 你觉得什么股票应该去关注你会看什么股票你告诉我那如果你是这样的这类的同学的话这类观众的话这里我想先反问你一句，可能这里你要思考一下第二就是刚才如果你投票你是投了2在过去的1个月，你可能还没有赚到一个蛮丰厚的回报或者是你错失了这个机会这个也是给你的一个功课。你是不是过去还在一个短期的记忆你还在想着过去股市下跌了这么多，是一个熊市，而没有把握到这一波上涨的机会呢那如果你是有以上我所说到的一些毛病的话那写一个 Oh my God OK。我看到一个Jenny也是我们的 GMP 的同学他也说了你也买了 Tesla 赚了钱，好开心，天天涨恭喜你那好，这里呢也是看一下观众朋友们有什么问题跟着 Rich 的更新买到了 Plenty 感谢 Rich 谢谢 S 这位同学OK 那我看到 CPI 的数据超过了预期，3大股票的指数期货短线拉升 OK 那待会儿我们再看一下后续的表现怎么样那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个叫风 BB 的观众问怎么样加入 GMT 那我记得我们之前是说过 GMT 应该是展婷说的新生对吧但七发法好像不在对吧他不在我要不这样今天呢也是一个大喜的日子毕竟这个也是我结婚1周年要不这样他今天不在我就偷偷的开一个门你特别开放GMT 报名24小时那只限这24小时我还记得昨天有一个同学问 GMT 到底怎么样报名结果呢没有开放他没有报名，非常可惜那希望这位同学今天也在那如果你对于 GMT 有兴趣的话或者是你看到我们过去的一些操作你是想学习我们这条方法的话快点来趁七法法还没有发现赶快来加入 GMT 那毕竟呢 GMT 并不是经常开放的而这里也是只是限这24个小时那大家也可以
趁着这个大喜的日子来加入 GMT，跟我们一起学习，好不好？甚至呢这个也是昨天Chief Papa 有讲过的一个 bonus 一个额外的环节，就是他会分享一些新的10倍股他会在 GMT 分享的那这个是他额外付出的一个加菜的一个环节那如果你今天报名的话你也可以来得及来听Chief Papa 新的10倍股的一些看法那除了他的这个 bonus 之外这个也是我们没有商量过的我是今天突然间想到，要不我们来支持一下新加入的同学们好不好如果你今天来的话我们还有另外一个 bonus， 就是我会在之后准备一些内容去讲一下2025年下半年一些潜在的暴涨的行业当然这个呢只是限 GMT 的同学们所以如果你是老观众如果你是老同学的话非常感谢你的支持，这个你们本身就有的那如果你是新同学想加入 GMT 的话这个也是我们现在新开放的一些 bonus 给你们的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你们也可以在 GMT 里面在我们的留言区里面看一下我们的 GMT 的连接对 Jenny 说的非常好下个月Chief Papa说还有一个董事会这个董事会我觉得是非常期待的毕竟以我所知，上一次有举办这个董事会应该是几年以前然后在上次是在我们办线下课程的时候他们是付着一个更加昂贵的学费才有的一个环节但是下个月他就会很久才举办一次董事会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学习机会所以如果你们今天想参加 GMT 的话真的赶快把握这24小时我不保证24小时之后还会有没有有可能Chief Papa他可能发现了就下架了所以真的赶快所以最后所以呢你们如果还没有参加的话记得趁着这个大喜的日子去留言区把握参加 GMT， 那我们在这个星期五见你们好不好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呢到此为止我们下一次再见，拜拜。